老男人在面试新人女演员时，竟要求她脱掉上衣，女孩当然不愿意，结果老头就兽性大发了。事后女孩皮拉报了警。Made me take my blouse off. Made you? He yelled at me. So I did what he said. And right away, his hands were all over me. I said no, but he got angry and he pushed me on the couch. And he took out his thing and he said, "Come on, you're a big girl." And I kicked him. And he let you go? He blocked my way and he forced me to watch him while he finished all over the couch. I'm saying that fue asqueroso. 那这也算强奸了，必须立案调查。可谁知当本森和局长来申请搜查令时，检察长却犹豫了，因为老头广坤是传媒大亨，地位显赫，人脉遍布司法与传媒圈层，在业内拥有一手遮天的话语权，所以他比较谨慎，又把案子驳回了，要求警方去调查受害者的可信度。于是警察立马又来找了皮拉，哪知他竟在收拾东西，准备出去躲一阵。不过在警察的劝说下，皮拉最终决定配合警方行动。随后他就带好窃听器，故意将广坤约了出来，想诱导他说出强奸的事。不料广坤竟老奸巨猾，根本不接这话茬，并且还邀请皮拉第二次示警。而皮拉一眼就看穿了他想干啥，顿时恶心的不得了，再也压抑不住怒火，当众揭穿了他。可广坤当然不会承认了，还反诬皮拉这是在勒索。而很快两人的录音就放在了新任检察官面前，警察据此想要逮捕令，然而检察官认为证据牵强，自己不敢做主，必须请示上级定夺。对此警察也没办法，只能提前先来到现场，等着逮捕令一到就实施抓捕。可是广坤的活动都已经开始半天了，检察官才迟迟赶到。不过带来的却是坏消息，他的上级不批准，这下可把本森气坏了。可也想到肯定是广坤使了手段，于是随后就来找了检察长。结果检察长先认为那段录音太牵强，但本森不服气，结果检察长又助长起广坤的气焰，称咱们无法与他抗争。不过在局长的力争下，他也没有无所作为，决定先传唤广坤的试镜录像。但本森却决定先来探探虚实，他先装作是来调查广坤被勒索案的。然而广坤老奸巨猾，接着便打探出了消息的来源，也就知道了是皮拉报案了。见状，本森也就把话挑明了，哪知广坤当即变了脸色，开始小心谨慎起来，也不想再多谈下去，然后便匆匆离开了。不料本森却是将他用过的杯子拿走了，因为上面有广坤的 DNA。随后广坤的律师也很快来到了派出所，将皮拉的试镜录像给送了过来。不仅如此，里面还有之前5名试镜女孩的，广坤根本不怕查，而这倒让本森有些疑惑了，甚至怀疑皮拉真撒谎了。结果仔细看完了所有的试镜录像后，警察发现了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镜头总是在他有所行动之前就结束了，所以这些录像在胁迫和指导之间的界限很模糊，根本抓不住广坤的罪证。并且警察也看出来了，广坤之所以大方的多提供了5个人，就是他觉得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没人能治得了他，而这也是对警方的挑衅。不过本森还是指示去找视频里的女孩谈，看他们是否愿意出庭作证。结果这些女孩有的直接承认被广坤性侵了，有的则是拒绝回答，因为签了和解协议，还有因此退学的。可当警察让他们出庭指认时，却都回绝了，他们根本不敢和广坤对抗。然而就在警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之际，突然一个女人来到了派出所，她自称叫伽马，是被问过话的一名女孩的朋友，她也被广坤性侵过，可以出庭指证，而这对于警方来说无疑是及时雨。随后伽马讲述，性侵发生在5年前，是在一间房间的玻璃窗前，当时还被人围观了，并且她还留了个心眼，将那天穿的裙子一直保留着。对此局长指示先拿到广坤的 DNA 比对吻合后再决定。不料本森早就获取了他的 DNA， 见状局长也就下令，只要吻合就逮捕广坤，即使没有逮捕令也行动，而比对结果当然是吻合的。随后警察就将广坤给逮捕了，却不料他竟丝毫也不慌张，甚至嘲笑了起来，要看着本森犯下人生中最大的错误。而显然广坤是对的，因为很快律师就赶到了，直接抗议逮捕程序是违规的，因为检察院已经驳斥了皮拉的案件。结果广坤得知后立马便嚣张了起来，但本森也不惧他，更是底气十足的表示是另外有人指控你强奸，并提醒了广坤案发地点。而据此广坤立马想到是伽马了，当即告诉了律师，让他去搞定对方。就这样打脸的事来了，很快伽马就通过电视讲话，声称自己和广坤是属于情人关系，并没有性侵发生，他竟完全反水了。这下轮到警察难堪了，他们感觉自己全被耍了。而就在这时检察官也来了，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个案子，搞成这样他也很难过，并且可以看出广坤在性侵皮拉的房间录了声明，明显是在嘲弄警方。却不料检察官并没丢掉曾经的敏锐，他立马察觉到了破绽，接着和皮拉试镜的背景做了对比，这两者之间果然有些不一样。而这时其他人也看出来了，那就是现在的台灯和沙发都换了，肯定是广坤故意销毁证据，而这就是个突破点。随后警方调取了案发大厦的监控，先是看到皮拉在进去1小时后又衣衫不整地跑了出来，接着当晚广坤助理就买了新沙发，而10分钟后旧的台灯和沙发就被搬走了，并且第二天早上清洁工又来了，显然一点证据也没留下。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接着一堆高官也来到了广坤这，而更糟糕的是15分钟后检察长也来了，
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这么消极。原来整个权力集团都和广坤有勾连，怪不得怎么都搞不赢他。不过幸运的是，监控拍下了助理破坏证据的过程，所以可以从他身上下手。于是就这样，助理被带来了派出所。然而当警察指控他是帮凶后，助理竟狡辩自己毫不知情。可谁知警察立马拿出了他换掉家具的录像，这可是破坏证据罪。接着又告诉助理，一旦广坤得知，他会毫不犹豫地推你下水。结果助理立马害怕了，因为他了解广坤干得出来。就这样，警方没费功夫就撬开了助理的嘴。现在缺的就是一名证人了，而这可不好找。不过下一秒，本森就想到了办法，他决定钓鱼执法。随后就通过纪委介绍，找上了女警凯特。而有了纪委担保，起码可以保证凯特背景干净，本森也能放心把任务交给他。然后凯特就假冒大学生来找广坤示警，而警察则全方位监控着整个过程。果然，很快广坤的本性就暴露了。他假装让凯特饰演另一个角色，让他趴在了窗户上，而广坤则扮演从背后袭击的人。凯特当然不能同意了，结果却被广坤掐住了脖子，连话都说不出了。其他人一看凯特也不能发信号了，于是当即行动了起来，快速冲进房间，及时制止了广坤，并且终于有合法理由逮捕他了。可这些对广坤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他坚信自己1小时内就会被放走，并且对着记者大喊自己是被警察陷害了。然而本森可不管他，接下来就是让法律来制裁了。而当本森和检察官来到法庭后，不料映入眼帘的竟全是被广坤害过的人。他们手举着标语，终于敢站了出来，支持警方严惩广坤。而当看到这一幕后，本森终于感到了莫大欣慰。事实证明，邪不压正，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终究是会到来的。广坤犯下了太多罪孽，上帝终于来收他了。